影片主要就是说我终于拿到我的新签证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 vlog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在 vlog 里面录音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去领签证。这边到啦，我们现在在天王洲。等等过这个马路之后，走一段路就可以去搭公车到我们的目的地。这个是桥上的样子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并没有什么遮蔽物，所以真的很热。没有伞跟小电风扇真的很难活下去。你有看到这边有一只鸟吗？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耶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公车上。差不多大概5到10分钟就到了，好像要10分钟左右。差不多要到了。你等一下就会看到字了。这里，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，没错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那它的建筑物外观长这样子，我们过个马路就可以开始进去展开漫长的一天了。在抽号码牌之前，要先来便利商店买收入印纸。我这次要花6000块去换新的签证。结束啦，因为我必须赶在今天要把所有的资料都交回去公司，所以就是要赶回去公司继续上班，这样子。在上班之前就先去吃了个饭，在新大久保吃了韩国料理。它的餐其实算蛮多的，中午有定时，就是套餐可以选，其实没有算很便宜。店里面的话就是一直播着 K-pop， 装潢就是很多韩文啊什么的。我不知道韩国实际上是不是这样，但我觉得氛围蛮不错。这是我点的套餐，有一点点烧肉跟冷面，因为真的超热，很想吃酸酸甜甜的东西。我其实没有想过要露脸，对，原本没有想，但是这个是怎么讲，就有点懒，觉得直接露脸讲话比较快这样子。反正我这部影片主要就是说我终于拿到我的新签证了，是工作签证。因为我一开始来日本的话是来留学2年，是专门学校。在毕业前我都没有找到工作。其实是都有在找啦，可能那时候运气不好，加上可能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很够吧，所以没有找到一个愿意用我的公司，还蛮绝望的。那我们在毕业前，学校基本上就会开始统计说，有几个人是要毕业后回国，有几个人是要继续留在日本找工作，有几个人是要继续升学，会分成这3条路。其他2个就不讲了，因为不是我经历的。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找工作嘛，老师基本上都会一直 follow 你到底找到工作了没啊？现在面试面了几间啊？面得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要怎么讲？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之类的？截止到毕业你都还没有拿到新签证，但是你未来又想要继续待在日本找工作的话，是可以申请一个东西叫做特定活动签证。这个签证主要的话就是继续让你在特定活动嘛，就是让你在日本找工作，就是继续你的就职活动。我是有去申请那个的，它会需要一些文件，主要就是你的毕业证明，然后你的成绩单，因为成绩单上面会有出席率，然后你的存款证明，你在这边够活下去这样子，还有你要带着你的护照啊，然后学校会帮你写一封，有点像是推荐函吧，以学校的名义去推荐你说可以拿这个签证，然后你要带着所有的东西到出入国管理局，入管局，烦欸。说到存款证明，这真的让我那时候很紧张，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存款非常多的人，也可以说基本上算0吧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紧张的去问了老师，没有存款这件事情要怎么办？
老师说有3个方法，你可以提供。第一个很简单，就是你的存款证明。第二个的话，家人汇款给你的汇款证明。第3个，打工的证明，我们叫做源泉征收票，上面会有你一整年打工赚了多少的钱，然后要被扣了多少的税，最后剩下多少。我自己的话是提供过去2年，也就是打工留学那2年的一个证明，我去影印，然后跟所有的资料一起交上去，那很幸运的过了，还好可以过。我最后就是我在拿到特定活动签的时候，其实之前也是，我中间找工作的活动是一直都有在进行，并没有停下来过的。那一段期间不停的准备面试，然后准备资料，面试被打枪，感到挫折，最后就是再站起来，然后继续这样一个轮回，不断的进行。那个时候蛮绝望的，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否定了的感觉，所以还蛮 down 的。在那之后，我觉得可能是时机到了吧，或者是那个时候的运气变好了，一瞬间就是面试的所有公司内定都拿到了，变成其实是可以由我来选我要去哪一间公司的，就放下了很大的一个石头。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签证的规定，在我拿到特定活动签证的时候，它跟留学签证一样有限制，说1个礼拜只能打28个小时的工，所以其实蛮不够用的。为什么不够用呢？因为你在还是留学生身份的时候，有很多的钱你是可以少付，或者是可以去申请不用付。你的国民年金是可以去申请免除的，也就是1毛钱都不用付。国民健康保险是可以去申请减免的，你不用付全额，只要付一部分就好。那个落差有多大呢？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还是留学生的时候，我的国民健康保险去办了减免后，1个月付1800左右的费用。这笔钱会跟每一个自治区有关，每个自治区好像规定的都不一样。那我住的地方是要付1800。之后呢，你觉得原价付多少？8000块，那个落差很大。你一样只能打28个小时的工，但你要付的钱变多了，这个真的很让人紧张。我在接受我这间公司 offer 的时候，就跟公司那边说，我现在已经去申请特定活动签证了，但是还没有拿到签证。公司那边说没问题，那你拿到签证之后记得拍照给我们，你就先以打工的方式先入职，顺便熟悉一下你的工作内容，也可以刚好赚一点你的生活费。我就是最多1个礼拜3天在这间公司，剩下的4个小时我就去打别的工，把时数打好打满。之后呢，我就去了前面说的类似移民署的地方去申请了工作签证。我在写资料的时候，公司是请我写5年，就是他们愿意帮我去申请5年的一个资格，实际上会不会过要看移民署，也就是入管局那边愿不愿意让你过，并不是公司愿意给你5年，你最后一定会拿到5年，有可能拿到3年。我听说很多的是第1年很多人都只会拿1年签证，或者是好的话3年，但我还蛮幸运的拿到了5年。我中间大概等了2个月左右，也就是我打了2个月的工。第3个月就是像前面说的嘛，我就临时早上去领了签证，下午赶快回公司上班，跟丢我所有的签证资料，隔天刚好正式入职。所以我这一部分是感谢公司的愿意给我5年的签证，所以这就是我以上领到签证的部分。如果有想要知道任何找工作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可以考虑出个1集，告诉大家我自己失败过多少次。其实我并没有很好的建议可以建议各位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找工作很厉害的人，面试也没有很厉害。我很多时候在练习的时候讲得很顺，但是一去面试就会整个很卡，
会突然就是敬语的部分会没办法很流畅的讲，我只能提供我自己找工作找了多久，面试过多少间的一个资讯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一条路上感到很绝望。我相信很多在日本找过工作的人都有过这一段过程。就是在影片的最后，就是想要怎么讲，征求一下意见吗？因为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上传很多影片，包含这支可能长片才五集吧，才5支长片。我自己还没有抓到说大概自己要的风格是什么，还在慢慢摸，也没有抓到影片的方向要做什么样的方向。那现在我的订阅者没有很多嘛，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人跟我的朋友，其实大家都有给我意见，蛮多意见都是说，如果像之前一样，就是把素材拼在一起，配个音乐跟配个字幕，可能会有一点无聊，因为你必须一直坐在你的画面前面，才会知道这一个影片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。就是刚好我的周遭的朋友不太是这一类型的，然后加上我的影片配的音乐又是很平静，可能会让人很催眠，比较看不下去这样子。所以我想说要来换一个方式，所以这一集才会先露个脸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最简单，你就露脸，然后加上字幕这样而已，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想说，我的 vlog 要跟之前的模式一样呢，就是完全不要露脸，完全不要声音，加上字幕跟音乐，这样就好。或者是我的 vlog 加字幕音乐，但是我后置配音，可能这样就会变花比较多工，而且我的录音设备可能也没有很好，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只手机，所以可能会有杂音这样子。第三个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是画面，有时候露脸，就是像现在这样露脸讲话，可能会比较好。那我原本不打算露脸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虽然我自己有在跟朋友练习拍照，就是被拍的那一个，怎么讲，我自己觉得在影片上面并不是很上镜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一开始才会想说，好，那我所有的影片都不要露脸。但到后面就觉得露脸好像是最简单的一个选项，所以就先试试看，可能之后我又会消失一阵子了。前期其实前面还有几个朋友跟我说，因为我自己是蛮常做菜的一个人嘛，很多时候自己带便当，自己煮晚餐，也有准备早餐，所以说好像可以拍一个做料理做菜的影片。我其实有在想这件事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日本房间格局这件事。我住的地方叫做 1R， 就是 one room， 所以顾名思义就是一间房间，没有说特别隔开。当然厕所跟房间是隔开的啦，就是我的这一间房间里面其实要塞厨房，塞我的床，我的书桌，加上我现在我的正隔壁就是这么近，我的正隔壁就是洗衣机，然后我后面还有冰箱在这边，对，所以其实空间很有限。我自己是想拍的，但是怎么样架脚架才会让画面好看，这其实学问真的很大。毕竟我刚刚说的嘛，格局就是这么小，所以我切菜的地方其实很有限。现在就是在那个水槽，不是视角角那边会有一块比较厚的地方，我就是在那边放砧板这样切，有时候切一切会掉下去。对，要么的话就是在洗衣机盖起来，在上面放砧板切菜。我现在就是极度欠缺一个主体方向性，然后还在拍影片的那一种，之后可能会再继续调整吧。现在就是能生产影片就生产影片的阶段，对，所以如果有任何想要看的东西，或者是有什么好的主意，都欢迎在下面的留言跟我说。为什么要留言呢？因为我们要制造互动啊，不然我们每次都没有互动，这样很傻逼戏呢。以上就是我这次影片的内容啦，就是我领到签证的一个过程，跟后面想要征求一下影片的走向，各式各样我能做的我都会尽量看我要怎么去实现。影片的最后就是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开个小铃铛，帮我多多留言，
还有多看影片。对，那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集的影片是什么，主要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敬请期待咯。好，那我是七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